珍珠奶茶大概是台湾最有名的一杯饮料，它在1980年代被发明出来，从香港红到东南亚，一路红遍全世界。直到今天，全球卖得最好的珍奶品牌前3名几乎清一色都是台湾品牌。但我们可能没想过，现在全世界展店最猛、开最多家的手摇饮，却是一家在中国一支冰淇淋甜筒卖几块钱的公司。同样一杯手摇，有人靠发明红了几十年，有人靠把它复制开遍了全世界。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欢迎来到餐饮之外，从一份餐点、一杯饮料出发，我们聊产业、聊时事、聊 AI 怎么改写这个世界。先把源头讲清楚，珍珠奶茶公认是台湾人发明的，其实更早，在1940年代就有台湾人借用调酒用的摇杯来摇冰茶，可以说是手摇饮最早的原型。真正把它变成珍奶是在1980年代，台中的春水堂、台南的翰林茶馆几乎同时把珍珠加进了打出泡沫的奶茶里。两家后来为了谁才是发明人打了10年官司，最后法院判定珍奶是一种新饮料，谁都拿不到专利。换句话说，从第一天起，这杯饮料就注定是大家的，没有人能独占它。也正因为拿不到专利，珍奶被复制得飞快。90年代，它先红到香港，那是离台湾最近又懂茶饮的市场。站稳之后，再一路往东南亚、日本、澳美铺开，变成许多外国人对台湾的第一印象。直到今天，全球市占前3大的珍奶品牌全部来自台湾，被韩国集团收购的贡茶，还有日出茶、太和、COCO 都可。光是日出茶太就在60几个国家开了超过1400家店。COCO、米克夏这些我们很熟的招牌也早就开到了海外。有意思的是，当年发明珍奶的春水堂到今天也才50几家店，大多还留在台湾。发明它的人和把它开到全世界的人从一开始就不是同一批，这就带出一个更大的问题：为什么一杯饮料可以被复制到全世界几万家？答案跟我们上次讲火锅是一样，标准化，同一份配方，同一套流程，同一条供应链，一杯手摇才能在台北、首尔、纽约喝起来都一样。标准化做得越彻底，就越容易复制，开越多家，而开越多家又会带来另一个力量，这个力量叫做规模经济。讲白一点，就是当一个品牌开到几千、几万家，每一杯的原料、包材、行销成本都会被压得更低，于是卖得越便宜，却还越赚。而要把标准化撑起来，还得靠一条看不见的供应链，从茶叶到封口的薄膜，全部统一规格，集中采购，才能保证每一家、每一杯都一个样。更关键的是，加盟这套打法，总部不一定自己开店，而是把品牌和那套标准流程授权给成千上万家加盟店，自己赚的是原料和品牌授权的钱。星巴克的咖啡、麦当劳的汉堡，当年走的也是同一条路。这也是为什么手摇明明开一家很容易，谁都能做，但真正能开到几千、几万家的，永远只有少数几个品牌。当然，规模也有它的代价，一旦配方、流程全都标准化，各家的菜单和口味也就越来越像。那种小店自己熬一锅汤，一点一点磨出来的个性，反而难在连锁体系里活下来。但对想开到全世界的品牌来说，这笔账是划算的。真正值钱的，早就从那一杯茶本身，转移到了背后那一整套能不断复制的系统。一杯饮料就这样变成了一门关于规模的生意。这也不只是手摇的故事，任何一个被发明出来的好东西，走到后面光是先想到往往不够，能不能做得更大、更便宜、更快，才是真正的决胜点。把目光拉回这几年，真正把规模这件事玩到极致的是中国的新茶饮。像蜜雪冰城靠着一支几块钱的冰淇淋和气泡饮，全球开出超过4万家店。2025年3月在香港挂牌上市，主打东方茶的霸王茶姬，全球门店逼近7000家。同年4月还登上了美国纳斯达克。再加上喜茶、茶百道、奈雪这些名字，光是过去1-2年就有6家中国新茶饮品牌排队上市，而他们开在海外的店加起来已经超过5000家。他们把标准化推到什么程度？像霸王茶姬，光是3款招牌奶茶就贡献了60%的营收，越少品项越好复制，也越好赚。这场仗如今甚至烧到了美国，有人开启实体店，也有人用1杯2美元的低价直接抢市场。台湾发明的这杯饮料，如今被别人用规模推到了另一个量级。那台湾呢？台湾没有缺席，只是走了不一样的路，不拼规模，拼品类。像这2年很红的德政，主打3种不同火候的乌龙茶，2024年还开进了首尔。
可不可把熟成茶做成自己的招牌？连 YouTuber 开的再睡5分钟，也用一个全新的形象，在这个市场占了一席之地。他们拼的就是口味，用一个更新、更精、让人难忘的味道，重新定义一杯手摇。一边是规模复制，一边是品类创新。与其说谁比谁厉害，不如说这是2种不同的成长逻辑，一种把市场做大，一种把味道做尖。所以，从台湾发明的那一杯珍奶，到开遍全世界的几万家店，我们会看到一件事：发明一个东西的人，不一定是最后把它做最大的人。一杯手摇能走多远，真正靠的从来不只是好不好喝，而是它背后那一整套能不能被复制，能不能撑起规模的细等。下一杯红遍世界的饮料会从哪里来？是又一次的发明，还是又一次的复制？我们想问看影片的你，你最近一次喝手摇喝的是哪一个品牌？我们是餐饮之外。如果你喜欢这次的主题，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集见。